代言传，探索不息。东汉的一部中医巨著《伤寒杂病论》，是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皆备、理论联系实践的中医临床著作。医圣张仲景在其中首次提出辨证论治的理念，为后世确立了诊疗用方的根本法则。先四诊合参，病脉证，提取信息，之后呢求理，理明了以后就立法，立法有了就出方子，出方子就遣药。这是中医呢，这辨证论治。这种辨证论治就成为中医的灵魂。辨证获得疾病的信息，由此得出方案，拟定方药，就是论治。即便是相同的疾病，也要探究阶段的不同，正与邪的关系等，再施以不同的措施，精准治疗。中医视心、身、神为一个整体，其重点是人与宇宙的不可分割，以及平衡与和谐的需求。因此，在诊断治疗疾病时，要因时、因地、因人制宜。如同一把灵魂之药，辨证论治解开了药证合拍、应手取效的无数难题，而选对中药、用对药物的相应属性，是实现辨证论治的关键。在历代中医药大家的共同智慧下，《神农本草经》52病方、《金匮御寒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等，也让中医药有了行之有效、丰富完整的理论体系。我们中医药和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完全它有一套理论体系。中医在诊疗上有一套体系，完中药配合着中医诊疗用药的时候，又是有它自己一套体系，所以它才能够致力于世界民主治理。在2020年出版的《中国药典》中，中药收载2711种，许多药材都需要经过炮制，产生不同的药性，才能实现多种医效。而地黄就是中国人最为熟知的中药材之一。生的地黄是苦寒清热凉血的，炮制以后呢，就成了熟地黄，由苦寒变成甘温，这个时候它就什么滋补肝肾了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着地黄因炮制工艺的生熟之分，可治热与寒的不同病症。中国人对药材加工的智慧也始终贯穿着辩证的思想。其实中医辩证论治，最后呢，通过理法方药落实到药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呢辩证用药。用的药，如果你炮制的不对的话，是得不到预期疗效的。中药炮制是依照辩证施治用药的需要和药物自身性质，以及调剂制剂的不同要求所采取的制药技术。如炮制可改变药物的气味和质地，转化其升降浮沉，使药物更好地适应临床用药的要求。半夏、附子、马钱子等一些毒性中药经炮制，也可使其由大毒减至低毒甚至无毒，以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。在传统的炮制工艺中，地黄要经过9蒸9晒，才能由生地黄制成熟地黄。但今天要面对更多的人口和更复杂的病症，就要大规模地提升饮片的产量和药效。研究传统的炮制工艺，对中药领域来说刻不容缓。中国河南华夏文化的发源地，作为地黄的道地产区，这里的研究者们从未停止过对地黄饮片炮制技术的探索。今天
最新的熟地黄自动化生产线第一次运行，工程师严宝勋正在检查第一批熟地黄的品质。味甘入腻，色黑入漆，这个断面明亮入镜，这说明熟地黄炮制到位了。对于严宝勋来说，只有将熟地黄的传统制法融入现代化的生产技术中，研发出独特的熟地黄饮片的制备方法，让全国最好的地黄摆脱手工炮制的不稳定性，达到极高的统一标准，才是他和他的团队奋斗数10年的目标。今天，这个理想已经成为现实。古法炮制熟地黄需要经过纠正纠晒，至少得需要1个月时间。现在我们全自动生产线1天时间就够了。今天最道地的药材和最先进的生产线完美结合，喷淋清洗，烘防烘焙，中国最优质的地黄完成了从异株植物到辨证论治的良药演变。从辨明病理的精确施治到对症配方的中药制作，构成中医最具特色的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方法。而辨证论治这道中医的灵魂法则，在新的时代也被赋予更多的创新和延伸。一捧中药即杏莲之先贤大成，一条法则领后世之悬壶济世。中医的灵魂在历史的深处铸造，医者仁心，护佑着人类的未来。